50岁生日当天，儿媳怒扇我10个巴掌，并将我扫地出门。之后，我意外得知我成了千亿财富的继承人。妈，舍不得给月月买明星周间就直说，还为这跟雅雅吵架，你矫不矫情？你反思一下，认识不到错就别回来了。喂，请问是林秀莲女士吗？我是，你是哪位？我是江氏集团的总经理周中琴。您今天车祸后在市医院做的血检报告出来了。结果不好吗？不，您的身体很健康，并且我们通过 DNA 比对确认您是江城首富江国栋先生的亲生女儿，江先生千亿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什么？继承人？我？是的。我成了千亿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今天是我50岁生日，等儿子儿媳他们回来，可以跟他们好好庆祝一下。肯定是浩浩来祝我生日快乐了。妈，月月说要抢明星限量周边，你记得去排队给她买。我和雅雅没时间。浩浩他们忙，忘了也正常。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没事儿，我还要去给我孙女儿排队买那个啥周边呢。不行，你伤得这么严重，必须带你去医院看看。好吧，那麻烦你送我去吧。不能让浩浩他们知道我今天出车祸了，不然肯定要担心的。妈，让你给月月排队买个周边，你也能去这么久？月月都等半天了。奶奶周边呢？周边抢到了吗？月月，奶奶去晚了，那个限量周边10分钟就抢光了。什么？10分钟就抢光？你不会早点去排队吗？我同学妈妈凌晨4点就去商场门口等着了，你呢？你干嘛去了？奶奶明天再去看看好不好？明天早没了，我答应了要带给同学看的，让我怎么跟人家说？月月，奶奶买了蛋糕，你先吃口蛋糕消消气好不好？谁要吃你的破蛋糕？真没用，连个周边都抢不到，害我在同学面前丢人。你先回房间去写作业。妈，我不是前天就跟你说了吗？让你今天早点去商场排队抢那个周边，这可是月月盼了好久的，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雅雅，那个限量版实在太难抢了，几百个人排队，我挤不进去。别人能抢到，就你抢不到。妈，你是不是故意的？心疼那点钱？我最疼爱月月，怎么会舍不得花钱给她买呢？嘴上说一套，心里算一套。不是我说您妈，你也太会算计了。算计？妈，一个周边就几10块钱，您至于吗？一个月给您3000块生活费，您连几10块都抠。我抠？你们要吃有机蔬菜，要买进口水果，3000块钱半个月就见底了。哪个月不是我用退休金往里贴？贴，说的真好听。钱进了您的手，谁知道您攒了多少进自己口袋？你也是这么想妈的？先别说这个，妈，你下午去哪儿了？为什么连月月都没去接？我们接您来城里一起住，不是让您当甩手掌柜的。我当甩手掌柜？陈浩，你摸着良心说，这个家洗衣做饭、打扫、接送月月去学校，什么活不是我干的？那都是您应该做的，哪个当妈的不帮衬儿子？家务都是应该做的。好，那这房子呢？要不是卖了我的房子，你能买得起这豪宅吗？妈，你看雅雅肚子这么大了，总不能等宝宝出生还挤在现在的小房子里吧？要不您把这套房卖了，钱给我们凑个首付，我们看中了一套特别好的。那怎么行？我就这一套房，还指望这房子养老呢。卖了房，您就搬来跟我们住，以后我们给您养老，让您享清福。对，妈，我们给您养老，您就放心吧。好，妈卖，我卖掉自己的房子，给你凑了300万的首付。你们现在为了几10块钱的周边骂我算计，有完没完啊？不就是300万吗？妈，你老提这个就没意思。既然你们觉得300万少，那你们把钱还给我。妈，你跟着我们住豪宅享清福，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呢。你别不知好歹，有本事你就滚出我家，自己养活自己，不然就给我闭嘴。你也同意他说的？你真是我儿子吗？你明知道我为了帮你买这套房子已经没有家了。行了，妈，你就跟雅雅道个歉，今天的事儿确实是你做的不对。你让我给他道歉？道个歉怎么了？我每天上班已经够累的了，你就在家里享享清福，还要闹出这些事儿来？
没错，你跟我道个歉，我可以大发慈悲原谅你一次，让你继续住在这里。做梦！不道歉你就给我滚！早知今日，我就不该花光积蓄卖掉房子，更不该当牛做马，伺候你们这两只喂不熟的白眼狼。等会儿，拿着我的东西就想走？我拿了你什么东西？哼，我给你的买菜卡，还有你身上的项链和耳环，都是我买给你的。你不是硬气不肯道歉吗？那我的东西，你一样也别想带走。这条项链和这副耳环是你们哄我卖房那年给我买的，到今天我已经穿了15年，你连这个都要拿回去？没错，有本事你就脱。如你们所愿，从今往后，我只当没有生过你这么个儿子。为了给陈浩还房贷，退休金一到账就被自动划走，我卡里1分钱都没有。现在我好像真的无家可归了。李女士，您还在听吗？我在听。江国栋先生迫不及待想要见您，您现在在什么位置？我立刻派车来接您。我在中山公园。好的，请您在原地稍等，我马上到。您就是林秀莲女士吧？我叫周从锦，受江先生之托，来接您回家。陈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一切都给了你，却被你扫地出门。你不要我，我也不会再要你了。今后我要为自己而活。您稍等。谢谢。林女士，请。宝儿，是我的宝儿回来了吗？宝儿，你可回来了！爸爸找了你45年。你真是我爸爸，我不是孤儿。爸爸对不起你，你被坏人抱走的时候才3岁。宝儿，你的头发怎么都白了？爸，我都50岁了，能没有白头发吗？50了，我的宝儿也老了，这脸上都有皱纹了。你手怎么受伤了？手心还这么糙，你这些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爸，都过去了，我现在不是找到您了吗？秀莲小姐还饿着肚子呢，要不然边吃边聊。对，咱们吃饭去。爸爸让他们准备了好多你爱吃的。宝儿，尝尝这个，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鱼。爸，我都多大的人了，您怎么还把我当小孩？再大也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快尝尝，看合不合胃口。爸，这些小事您怎么都还记得这么清楚？爸爸就是靠着这些回忆，一天天、一年年熬过来的，熬的头发白了，背也驼了。爸，您受苦了。现在好了，老天爷总算让我把宝儿找回来了。从锦，宝儿，这是爸爸名下所有资产，还有江氏集团的股权转让书，从今天起，这些都是你的了。秀莲小姐，江老这些年思虑成疾，医生多次建议入院疗养，他都为了找您拒绝，您收下就是对他最大的孝顺。可是我从来没管过公司，什么都不懂。别怕，从锦是我最得力、最信任的人，他会全力辅佐你。爸，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爸爸累了，宝儿你也辛苦一天了，让管家带你去房间休息吧。谢谢爸。从锦啊，推我回房吧。江老，还有些事得跟你交代交代。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饭？我快饿死了！别吵了，我在赶竞标的策划书呢。你冲我们吼什么？要不是你妈今天发神经，我们至于到这会儿还没吃上口热乎饭吗？真不知道他在闹什么，兜里没钱还敢这么一走了之，我看他能硬气到几时。不提他了，你点个外卖随便吃点，等我竞标成功，给你请个保姆就是了。什么策划书这么急？老板这次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机会，让我明天全权负责竞标江氏集团的新项目。江氏集团就是那个千亿商业帝国。我刚收到内部消息，江老失踪多年的女儿找到了，马上就要正式接手江氏，成为新董事长。真的
可是个大新闻！千真万确，江氏集团下周会为新董事长举办一场见面会，并由他亲自公布竞标结果。只要拿下这个项目，我就能升职加薪，顺利当上总经理。这个项目我势在必得，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学学怎么跟那些豪门太太打交道，别像我妈似的上不了台。自从住进儿子家，我就再没好好照过镜子，都忘记自己长什么样了。拍个全家照，月月你过来点，老公你也是，靠近一点啊。妈，你看看你浑身脏兮兮的样子，满身油烟味儿，走远点。奶奶的袜子都破了，真丢人。妈妈，我明天不要奶奶送我上学了。妈，你去厨房待着吧，别在这里碍事。这些年为了陈浩，我把工作辞了，房子卖了，自己弄丢了。现在想想真不值。从今天起，我要把自己找回来，只为自己而活。小姐，周律师来了。我知道了。周律师，秀莲小姐，哦不，是林董，您这样非常美，很有董事长的风范。谢谢，让你久等了。按照姜老的吩咐，下周集团会为您举办一场见面会，顺便公布姜氏新项目的中标名单。好，不过这些事务我不太懂，可能还需要你帮我。您放心，我会全权帮助您管理公司事务。今天我先带您去集团随便逛逛吧。好。林董，今天参加新项目的竞标公司会过来，我们最看好的是华冕科技。华冕，这不是陈浩所在的公司吗？他们竟然也参加了竞标。周总，财务总监有事向您汇报。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林董，您可以随便逛逛，我马上回来。好，你去吧。妈，你怎么在这儿？昨天不是很硬气吗？说你两句就真走了，今天居然找到这里来了。谁说我来这儿是找你？不然你还能是来干什么的？妈，你就别闹了，只要你跟丫丫好好道个歉，我就劝劝她让你回家，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陈浩，收起你那副施舍的样子，我永远不会再回那个地方。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这身衣服看着不便宜啊，你哪来的钱？与你无关。妈，你明知道我还欠着几百万房贷，为什么还要乱花钱？你每天在家就是带孩子做做饭，穿这种衣服，你觉得合适吗？赶紧去给我退了！妈，你竟然打我！从小到大你都没有打过我。我现在只恨我以前太骄纵了你，让你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你够了！陈浩，今天是来这里竞标的，你还是别吵了。妈，如果我这次顺利和姜氏签约，升职加薪都不是问题，到时候我多给你点钱行了吧？现在赶紧回家，月月还等着你去接她放学呢。林董，他是您儿子，让你见笑了。他怎么能这么跟自己的母亲说话？我一个外人听了都刺耳。他以前不是这样的，自打我卖了养老的房子，搬去跟他住，他就变了。太过分了，他简直就是白眼狼。林董，如果您现在后悔，想要回这笔钱，我可以帮你。我要过，他不肯还，还说我算计他。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这是您的权利。您放心，我一定让他把吞进去的全都吐出来。他不把我当妈，我为什么还要把他当儿子？这个钱我要收回来。您做的对。陈浩，你能不能管管你女儿，别让她再打游戏了？吼什么？烦着呢！银行刚又发短信催房贷了，这个月的钱怎么还没到账？房贷不是都从你妈的退休金卡里自动扣吗？肯定是他解除绑定了。那怎么办？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还有这些缴费单子，妈在的时候这些都不用我们操心啊。别提他了，一提我就来火。我上午在姜氏集团碰见他，已经给他台阶下，没想到他这么不识好歹。妈，给我点杯奶茶，我渴了。不行了，我受不了了，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他回来。不许打！他哪准了咱们离不开他？这会儿打电话，那不成了咱求他了？那怎么办？难不成家里这些事儿都让我来干吗？我又不是超人。不行，把你妈叫过来，先撑几天。凭什么把我妈叫来当保姆啊？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妈她都做习惯了，只要她回来，一切就恢复原样了，何必惊动我妈呢？对不对？你倒是分得清楚啊！我妈活该当保姆，你妈就金贵不能爱。老公，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行了，你再忍2天，
等今晚我见过江氏集团的新董事长，拿下新项目，升职加薪，我就给你请2个保姆，这样行了吧？还是老公对我好。等你升职加薪，看你妈怎么回来求我们。老公，这排场也太大了，江氏果然不一样。这算什么？等我拿下项目，升了总经理，我的就职宴会会比这风光10倍。喂，陈浩先生，您名下位于玉林小区的房产已正式启动收房拍卖程序，请注意查收法律文书。什么？我只是房贷逾期几天，你们凭什么收房？您购房首付款中有林秀妍女士提供的300万元，属可撤销赠与。现林女士已正式追回款项，您目前资不抵债，银行有权处置抵押。林秀莲，她怎么可能？她凭什么？林女士提供的法律文件齐全，符合程序。老公，怎么了？谁的电话？是银行，林秀兰那个老东西，他竟然把300万要回去了。银行要收我们的房子！什么？他疯了吗？他凭什么要回去？怪不得，连个几10块的周边都舍不得买，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我早就说他心机重，什么卖房帮我们，就是想来蹭吃蹭住。现在占够便宜了，就翻脸就不认人。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你冷静点儿，别忘了今晚最重要的是你的招标。董事长来啦！妈，不愧是江老的女儿，这气度。老公，妈怎么来了？是你告诉她我们在这儿的？我疯了吗？不好意思，你们认错了，这位不是江氏的新任董事长。妈，你来干什么？这里是江氏集团新任董事长的见面会，你赶紧走。我来这里不是为你，你也没资格让我走。妈，你不就为了那300万吗？我告诉你，你敢动我房子，我跟你没完！江氏集团的新董事长马上就到，你赶紧滚，别在这里坏我大事。华冕科技就派了你来参加江氏招标的？没错，我们总裁看中我，只要拿下江氏的项目，我就能升任总经理。妈，有我这么优秀的儿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赶紧回去，晚上再跟雅雅好好道个错，以后我照样会带你享福。你们家的福气成本太高，我可受用不起。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老公，不能再由着他胡闹了，坏了你和江氏董事长的第一印象，咱们就全完了。你赶紧走，有什么事晚上回去再说。我若是走了，今天的宴会也不用办了。妈，你就别装腔作势了。今天是江氏新任董事长的见面会，江氏知道吗？那可是1000亿商业帝国，你算个什么东西？给新董事长擦鞋都不配，赶紧滚吧！你想对新任董事长做什么？周总说这位就是江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你想对他做什么？你谁啊？放开我！我就是我自己婆婆，要你多管闲事！你闭嘴！周总您好，实在不好意思，家里一点小事儿，让您看笑话了。周总，这是江氏集团的总经理，你还不赶紧跟人家赔罪？周总真是对不起，都是我婆婆她不知道发什么疯，会进这么高级的地方来胡闹，我一时着急才冲撞了你。对，周总，都怪我没及时处理好家事。您放心，在宴会正式开始之前，我保证把这些不相关的人清出去，绝对不让他影响到董事长的就任仪式。赶我出去？今晚是谁该出去，还真说不定。不过在那之前，我确实要处理一些家事。既然是家事，我就不插手了。陈浩，趁着还有点时间，把我们之间的账算清楚。妈，你闹够了没有？周总不追究，那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他可是我最重要的合作方，你非要当着他的面毁了我才甘心吗？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拿回我的钱，当初资助你买房的那300万。老公，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来讹钱的，原形毕露了吧？刚才银行打电话说要收房，也是你在背后搞的鬼，对不对？银行的人怎么会随随便便听他一个保姆的话？肯定是他找人冒充银行的人给我们打的电话。别以为演出戏我们就会把300万给你，钱当初是你自愿给的，那就是我的。你说要回去就要回去，凭什么？就凭这300万，
是我卖了安身立命的房子凑给你们的，我拿回自己的钱，天经地义。什么天经地义？当初是你自己说要卖了老房子来城里享福，现在看我们过得好了，又想把钱要回去，你这就是算计。是啊，这钱给都给了，哪有再要回去的？这当妈的也是够心狠的，是你们忘恩负义，将我扫地出门，这钱我必须拿回来。这300万我们已经付了房款，房子写的是陈浩的名字，你以为你能要得回去吗？谁说我没有证据？这是买房时陈浩亲手写的借条。你骗人！陈浩是你亲儿子，怎么可能写借条？一定是你伪造借条来算计我们的。你要不信，可以找专家来鉴定借条上的字迹和指纹。老公，你真给他写借条了？我当时为了让他早点卖房，确实给他写了一张，不过我也没想到他真会把这钱要回去啊。在没看清你们的真面目之前，我确实没打算要你们还钱，但现在我必须把钱要回来，因为我的钱绝对不会拿来养白眼狼。你还配当我妈吗？什么狗屁借条，就是假的！我看你现在还能拿我们怎么样？你该不会以为我给你的是原本？老东西，你耍诈！对付你们这样的人，当然要多留一手。你放心，借条的原件已经提交给了法院，在走房子的抵押程序了。妈，你不就是想要钱吗？你要是现在收手，停止这场闹剧，我可以以后每个月多给你500块钱的零花钱，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妈。这300万，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这你们欠我的，必须还。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这些年我把你接进城里享福，就因为让你掏钱给亲孙女买个明星周边，你就撒泼打滚，闹得我们鸡犬不宁。现在还要我们无家可归吗？我享福，从进门第一天起，买菜、做饭、打扫、洗衣、接送孩子，我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这个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得了吧，说的好像你多委屈似的。哪家老人不帮衬儿女？就你金贵。大家来评评理，哪有这样当妈的？住儿子家，吃儿子的，喝儿子的，最后还要拿张陈年旧纸来逼债，这不是算计亲儿子是什么？住儿子家那么久，开销确实不小。这老太太看着挺体面，没想到算得这么精。听见没有？你就是个吸血鬼，老算计精，叫你一声妈，我都觉得恶心。你敢打我，老公？你看他。妈，你蛮不讲理就算了，怎么还出手打人呢？你更该打！妈，你疯了！我清醒的很，我只恨没早点打你，让你变得如此忘恩负义、狼心狗肺。明明是你财迷心窍、贪得无厌，连自己亲儿子都算计。我算计？好啊，那我就让在场的人都看看，到底是谁财迷心窍、贪得无厌。这是我住进陈浩家之后，陈浩用各种理由从我这里要走的家用，共计107万8千元。你凭什么说这些钱都是还给我们的？我的每笔转账都备注了转账用途，更有商家信息佐证。进口奶粉、尿布、早教班花销7万6，这明显给孩子花的。家用电器、按摩椅15万，这可不就是家用吗？还有名牌包包、化妆品、高跟鞋，老人家哪需要这些东西？儿媳妇的爱好也由婆婆买单了。这些年，除了这100多万的家用，我每个月退休金一到账就被自动划走，去补你们的房贷。陈浩，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在花谁的钱？是谁在养着谁？骗了这么多，还被骂算计，真是实在。大家别信他，这些都是他伪造的。对，假的，都是 P 的图。林秀莲，你为了钱连老脸都不要了，我们就是不给你钱，你能拿我们怎么样？钱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还，而且会让你连本带利、心甘情愿求着我收下。你做梦！这钱你1分也别想拿回去，有本事就去法院告我。不用去法院这么麻烦。露馅了吧？你一个没用的老太婆，能有什么办法逼我们还钱？喂，你说什么？我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了，还被列入了失信名单。是你搞的鬼！妈，你要逼死我吗？毁了陈浩，你能落到什么好？你现在要钱没钱，要房没房，没了陈浩，你活得下去吗？妈，你别忘了，你就我这一个儿子，你要再这么闹下去，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让你老了没人管，病了没人看，死了没人理。到那时，你可别后悔。好一个老了没人管，病了没人看，死了没人理。陈浩，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么多年，不如养条狗。你骂谁呢？像你这么恶毒算计亲儿子的妈，我们家可伺候不起。真到那天，你只能去最差的养老院，等着孤独终老吧。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还是那个为你们当牛做马、身无分文、离了你们就活不了的免费保姆？不然呢？你还真以为穿件好衣服就能变豪门了？
别到时候没饭吃，又跪在我家门口求我们收留。妈，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现在认错，保证不再提那300万，回家安安分分当你的保姆。今天的事儿我可以不计较，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从此我就当没你这个妈。我才后悔生了你这么个儿子。这是什么？你什么意思？这是解除亲属关系协议书，我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你疯了吧？断绝关系？林秀莲，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用这招吓唬谁呢？陈浩年轻有为，马上就要升职加薪，前途不可限量，你舍得断？妈，你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等你老了病了，不还得指望我？指望你们？指望你们把我榨干后再一脚踢开？指望你们为了一份明星周边把我扫地出门？妈，你真想跟我断绝关系？像你这样的白眼狼儿子，不断绝关系，难道还留着过年吗？好，妈，你记住你今天的话，以后你可别后悔。等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别来找我。就是，等我们陈浩拿下江氏集团的项目，别说300万，3000万都不在话下。到时候你就算哭瞎了眼，跪下来求我们，我们也绝不会多看你一眼。既然你们没异议，那就签字吧。老公，签，谁怕谁？让他自作自受去，我们还清静了。妈，这是你逼我的，你别后悔。总算跟这个白眼狼彻底断绝了关系，以后再也不会被他吸血了。签好了，你满意了吧？立即送去公证处。是。装腔作势。江氏集团董事长马上就来了，等陈浩拿下招标，你可别回头来求我们。江氏集团能做到今天，看重的不仅是能力，更是合作方的人品和诚信。一个对母亲都能忘恩负义、翻脸不认的人，你们觉得能通过江氏的筛选吗？你闭嘴！你就是嫉妒。等陈浩拿下项目，看你还怎么嘴硬！宴会正式开始，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江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林秀莲女士上台致辞。林秀莲，这怎么可能？老公，是我听错了吗？怎么会是江氏集团新任董事长？你们没听错，这位就是我们江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林秀莲女士。董事长，请。各位来宾，晚上好，我是林秀莲，很荣幸在此以江氏集团新任董事长的身份与各位见面。老公，他真是江氏的董事长，那我们刚才不过他毕竟是你亲妈呀，你去跟他认个错，项目肯定能拿到手。认错？我凭什么认错？项目本来就是我的。最后，我将亲自宣布集团新项目的合作方。经过综合评估，我们决定与凌云科技达成战略协作。凌云科技，老公，这不是你的对家公司吗？老公，怎么办啊？妈肯定生你气了，故意把项目给别人了。妈，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别叫我妈，我已经跟你断绝母子关系了。周经理，让保安把这些不相关的人赶出去。是。把他们2个赶出去。放开！你凭什么赶我们走？妈，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我不走！我不走！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秀莲小姐倾尽所有，却被那家人当作免费保姆。最后一份几10块钱的明星周边被辱骂羞辱，赶出家门，险些流落街头。幸亏我们及时找到了她。混账东西，畜生不如！宝儿为了这个白眼狼付出半生心血，卖掉安身立命的房子，就换来这种对待，这种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东西，也配叫我女儿一声妈？江老息怒，秀莲小姐已经彻底醒悟，不仅追回了所有经济付出，也正式与她解除了母子关系，做得非常决绝。做得对，这种吸血虫就该一刀两断，干干净净。宝儿心软重情，以前是被他们蒙蔽了，现在清醒了就好。
不过，你畜生知道宝儿是我的女儿了吗？应该已经知晓。他在秀莲小姐的见面宴上闹我担心他知道秀莲小姐如今的身份后会不死心，跑来骚扰你，利用所谓的亲情做文章。骚扰我？他算个什么东西？宝儿都不认他了，在我这儿，他连个陌生人都不如，还想攀关系？做梦！红锦，传我的话下去，从今天起，我要去南山疗养院静养身体，细绝所有探望，尤其是任何自称与宝儿或江家有关系的不相干人员，一律不准通报，更不准放进疗养院半步。明白。即日起，不再处理集团任何事务。江氏集团所有决策全权交由我的女儿林秀莲负责。她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就是江氏的决定。是，我立刻去办。爸，周经理聊什么呢？我切了点水果。宝儿来了，快过来，让爸爸看。江老、秀莲小姐，你们聊，我先去处理件事情。宝儿，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白？是不是这几天处理公司的事情太累了？爸爸不是说了吗？不急，慢慢来。我让厨房给你炖了雪燕，等会儿一定要喝。爸，我没事儿，可能就是昨晚睡得晚了一点。您看，我被您接回来这些天，好吃好喝的养着，都胖了好几斤了。胖点好，胖点才健康。小孩子就是要白白胖胖的才有福气。您别总把我当小孩子啦。在爸爸眼里，你永远都是需要照顾的小孩子。对了，宝儿，我决定去南山疗养院了。真的？爸，您终于想通了，太好了！那边医疗条件好，环境也清幽，最适合您休养了。可是，住到疗养院去，就不能天天看到我的宝儿了。我们父女好不容易才团聚，爸爸舍不得你。我每天都过去看您，陪您吃饭，陪您散步，好不好？真的，每天都来，说话算话。当然算话。您好好休养，把身体调养好，才能多陪我很多很多年啊！我还想多孝敬您呢。好，爸爸听宝儿的，爸爸好好治病，好好活着，把以前亏欠你的都补回来。那我们说定了，一言二定。听说江老已经把江氏集团全权交给了林秀玲，搬来了疗养院。老公，你确定你妈是假冒的？肯定是假冒的。林秀玲亲口跟我说，她是阳光福利院长大的孤儿，连父母都没见过，哪来的首富爸爸？她一定是被我们赶出门后无处可去，才冒充了江老的女儿。真是胆大包天，假冒身份不说，还敢公报私仇，害你丢了项目。老公，我们不能让他得逞，要不然你的前途可就全被他毁了。只要揭穿他，他选的公司就得作废，江氏集团的项目就还是我的。走，江老早就吩咐过了，不见客，谁都不见。你们搞错了，我可是林秀莲的亲儿子，江老不会连我都不见的。你们再通报一声，江老肯定会见我的。江老说了，不管是谁，一律不见。赶紧走吧，别来了。老糊涂了，江氏集团还有那么多员工呢，可容不下一个冒牌货。走，我们去江氏集团举报林秀莲。好多年没给这么多人开过会了，紧张的我一手心的汗。林董太谦虚了，您表现得非常好。我看过您的资料，在回归家庭之前，您曾是国坤地产连续5年的全国销售冠军。您一手带出的团队，至今还是行业标杆。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丈夫去世时，陈浩才上小学。如果不是为了照顾他，我也不会放弃蒸蒸日上的事业，成为他口中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不过现在好了，我可以重新投入到热爱的事业中来，一切都不晚。林董、周总，1楼大厅有人闹事，说是来揭穿林董身份的，还声称有证据证明林董是假冒的。什么人？男的叫陈浩，女的叫王雅。是他们居然找到这里来了。我去处理。不必，他们不是要当众揭穿我吗？那我就给他们这个机会。你们都被林秀莲骗了，她是我妈，一个冒牌货，根本不是什么豪门千金。没错，她就是个只会洗衣做饭的老妈子，也配当江氏集团的董事长。住口！谁给你们的胆子质疑董事长身份？朱总，你被他骗了，他连智能手机都用不明白。上个礼拜还因为不会扫码支付在超市门口让人笑话，这样的人能执掌江氏集团？林秀莲女士是江国栋先生的亲生女儿，江氏集团唯一合法继承人，她的身份毋庸置疑。亲生女儿？我是他儿子，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他的底细？他亲口告诉我，他就是个孤儿，从小在阳光福利院长大。他要是首富千金，能屈尊在我们家，天天给我洗内衣袜子、擦地做饭，干就是好几年，图什么？他分明就是假冒的。豪门千金怎么可能甘心当保姆？福利院长大的呀，是的。在福利院长大，就不能是首富千金了吗？没见识的蠢货！瞧瞧你这身穷酸样，就算租了套行头又怎么样？你哪有豪门千金的气质？我为什么要冒充首富千金？你就是为了报复我，报复我没顺着你，
先是问我要钱，抵押我的房子，现在又故意搅黄我项目，毁我前途。没错，他心思深着呢。这种毒妇要是首富千金，天理难容。这就是他精心策划的诈骗。够了！董事长的身份，我和江国栋先生已亲自验证过，你们不要再危言耸听，败坏董事长的声誉。你们信或不信，对我来说不重要。他心虚了，不敢正面回答。妈，你这是诈骗，是要坐牢的。现在承认你是假的，当着大家的面给周总、给江氏集团道个歉。我看在母子情分上，还能替你求求情。不然等警察来了，可没人能帮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赶紧认了吧，别毁了你自己，也毁了我们。最后的机会，你们说的对，这的确是最后的机会。既然他们不信，那就让他们心服口服。对，这是由国内最权威的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 DNA 侵权鉴定报告，上面清楚证明林秀莲女士与江国栋先生亲子关系成立。林秀莲女士就是江总的亲生女儿。不可能！老公，这张好像是真的，她难道真是江老的女儿？我不信，一定是你们合起伙来造假！除了 DNA 证据，在有关部门的全力协助下，我们找到了当年拐卖林秀莲女士的人贩子。通过她的供述和福利院里林秀莲女士的收养记录，确认林秀莲女士就是江老的亲生女儿，人证物证都有，还有相关部门的调查记录，这还能有假？妈，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首富千金的？就在你们为了一份明星周边，指着鼻子骂我算计，嫌我没用，把我赶出家门的那天。那天，我为了去给月月排队抢明星周边，过马路时被车撞伤，送进医院接受检查，这才被基因库比对上，确认了身份。妈，我错了，那天我不知道您出车祸了，我不该对您口出狂言，更不该将您赶出家门。这都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啊！我们要是知道您受伤了，心疼还来不及，怎么会骂您呢？妈，您原谅我们吧，我们是一家人啊！误会，那天是我50岁生日，我提前买了蛋糕，想跟你们一起庆祝。可你们呢？你们不仅没人记得我生日，还因为我少买了一份明星周边，对我肆意辱骂，全然忘了这些年我为你们的付出。既然如此，又何必假惺惺的求我原谅？妈，我错了，我这就给您补过生日，办最大的宴会，都是你，为了一份明星周边伤了妈的心，还不快给妈道歉？妈，我张嘴，我该打，我向您道歉，您大人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你不是我生的，我不怪你，倒是你，陈浩。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为了你，我年纪轻轻辞了工作，打零工摆地摊，1分钱掰成2半花，供你读书，盼你成才。你结婚，我掏空家底；你换房，我卖了养老房；你有了孩子，我退休金全填进去。当牛做马，不敢歇一口气。妈，我付出一切，换来的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使唤和嫌弃，是你们口中的算计。这些年，你没有一刻真正的关心过我，尊重过我。陈浩，你不配当我儿子。妈，我错了，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是我们有眼无珠，您要是早告诉我们您是首富千金，我们怎么可能让您受委屈啊？你的意思是，我要真是个只会洗衣做饭、没钱没势的普通老太婆，今天就活该被你们赶出家门，还要背负算计儿子、恶毒婆婆的骂名，对吗？可笑，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失去工作是因为你的能力配不上野心，人品经不起考验；你失去房子是因为你拿了不该拿的钱，这一切是你自己自作自受。妈，您帮帮我，拉我一把，我以后一定改，一定好好孝顺您。你就原谅我们吧，以后我给您端茶倒水、捏脚捶背，绝不让您再动一根手指头。够了，你们的声音让我恶心。周经理，请他们出去。江氏集团的办公场所不欢迎这种品行低劣、纠缠不休的人。妈，改变主意了，对不对？还有一件事，以集团名义正式发函给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华冕科技职员陈浩恶意诽谤、诋毁集团董事长，严重损害江氏集团商誉及形象。即日起，任何与江氏有业务往来的企业，
不得聘用陈浩，否则江氏将停止与其的所有合作。妈，你这是要对我进行行业封杀？你要逼死我吗？董事长，您还好吗？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房子已经被依法查封了，请你们立即搬离。老公，妈真的让银行把房子收了，我们怎么办啊？我是他亲儿子，他怎么能这么狠？就因为我跟他顶了几句嘴，他居然就要让我无家可归，他还是人吗？就是啊，不就是因为一份破周边吗？又是断亲，又是收房子，对我们赶尽杀绝，他心肠怎么这么毒？闭嘴！要不是你在旁边煽风点火说妈算计，我能跟他吵起来吗？陈浩，你居然敢打我！你现在怪我了？当初让妈去排队抢周边的不是你吗？出了事就往我身上推，你还是不是男人？我怎么知道他会因为一份破周边发这么大的疯？跟变了个人似的，连儿子都不要了。现在家进不去，卡也被冻结了，我身上就几百块现金，今晚住哪儿？你在哪儿？你倒是想办法呀！我不信妈会真的不管我，她就在气头上，想让我吃点苦头。说到底，她还是我亲妈，哪有亲妈舍得跟儿子翻脸？你们都没有钱，那我的演唱会门票是不是也买不起了？我都答应了朋友一起去的。你还说，要不是你整天追星要这要那，能把奶奶气跑吗？都是你惹的祸。不是你们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奶奶有钱舍不得花，让我去要东西，现在赖我头上了。你行了，现在不是推责任的时候。月月，妈妈问你，你想不想让奶奶原谅咱们？我现在只想搞到我的演唱会门票。你这孩子，你奶奶现在可是首富千金，超级有钱，什么门票她弄不到？真的假的？我奶奶真是首富千金？千真万确，她是江城首富江国东的女儿。别说演唱会门票了，以她如今的身份地位，你喜欢的那些明星都得主动求她合作。你想见谁，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真的？那我现在就去找她，让她带我去见我的偶像。对啊，老公，妈那么心疼月月，她就算生我们的气，也不会生月月的气啊。没错，月月是妈一手带大的，妈以前最惯着她。等她看到月月，心一软，什么气都消了，说不定还会觉得亏欠了我们，加倍补偿我们。月月，走，妈妈带你去找奶奶。崇锦上午来看我，都跟我说了，他说我的宝儿特别能干，上手快，决策稳，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好几个老项目都焕发新生了。爸爸听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比我自己当年签下大单还高兴。爸，您别听周经理夸大，都是他在旁边耐心教我，帮我把握方向。没有他这个老师，我可抓瞎。来，宝儿先吃，你呀就是太谦虚。我江国浩的女儿能差了？甜。我宝儿削的苹果就是甜。喂，管家，什么事儿？小姐，家里来了一家人，自称是您的儿子、儿媳和孙女，他们不顾祖日硬闯了进来，怎么劝都不肯走。您看是否需要报警处理？不用报警，这点小事我自己能处理。你看好他们，我马上回来。爸，我有点急事儿，得先回去一趟，处理完了就回来陪你。是不是那家子白眼狼上门了？他们阴魂不散的。宝儿，你别去，让冲姐带保安去处理，直接扔出去，省得脏了你的手。爸，您别动气，对身体不好。放心，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拿捏的林秀兰了，我能处理好，保证速战速决，然后回来继续陪您，好不好？那要是他们敢对你有一丁点不敬，立刻叫保安，不管发生什么事儿，爸爸给你撑腰。好，都听爸爸的。你好好休息，等我回来。月月，待会儿奶奶来了，态度好点，说你想她了，知道吗？知道了。这客厅比我们全班同学家加起来都大。妈，您回来了。别叫我妈，断绝关系的协议签了，法律上我跟你再无关系。说吧，闯进我家想干什么？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我们给您赔罪。但是月月她是您一手带大的，她什么都没做，她是无辜的呀。奶奶，这孩子是我没日没夜带大的，跟着这样的父母学不了。您看月月都这么大了，马上就是高考的关键时期，我们现在房子没了，工作也没了，她跟着我们怎么安心读书？您就算再怨我们，也不能不管月月的前途啊！月月，来坐奶奶旁边。我就知道月月是妈的软肋，这下妈肯定不会赶我们走。妈，我们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您大人有大量，就看在月月的份上，原谅我们这一次吧，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路是你们自己选的，后果自然要自己担。是，妈，您教训的是，我们该罚。
可月，你不是有话想跟奶奶说吗？快说呀！你不是想奶奶了吗？想了。月月，你为什么想奶奶？就是想了呗。月月，吃橘子吗？不吃，热量高。月月，奶奶给你，你就拿着。这孩子最近减肥呢，不懂事。你刚才说想奶奶，是真心的，还是你爸妈让你说的？都有吧。月月，你怎么说话呢？怎么了？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哦，那你说说，都有是什么意思？想你是真的，毕竟我是你带大的。他们让我说也是真的，不然我今晚睡哪？妈，您别听他瞎说，这孩子到了青春期，整天跟我们顶嘴，话都不会好好说了。对，他就是叛逆期，说话没大没小的。我叛逆？那你们天天在家说奶奶抠门、算计、白吃白住，是我教你们的？月月，你胡说什么？这些话都是你们当着孩子面说的。妈，不是，我们就是随口抱怨两句。随口抱怨，在孩子面前抱怨把他带大的奶奶，月月说的才是你们的真心话。看来在你们眼里，我一直就是个可以随意使唤、随意践踏，连呼吸都嫌多余的穷保姆。妈，您别听月月瞎说，她就是青春期被我们惯坏了，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教育她。我没瞎说，这些话本来就是你们教我的。你给我闭嘴！够了，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平时怎么对我，他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进了骨子里。妈，月月是我一手带大，我比谁都心疼。我曾经以为只要我付出够多，总能把她教好，但现在我明白了，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言传身教，我救不了她。妈，陈浩，我跟你已经断绝了母子关系，月月也不再是我的孙女，她未来会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好是坏，都与我无关。妈，你说什么？你连月月都不要了，你怎么能这么狠心？这是你们做父母该操心的事儿。你们吵来吵去烦不烦？能不能先把我的演唱会门票给我买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门票？是你们告诉我奶奶有钱了，能给我买演唱会门票，我才来的。现在说不买耍我玩呢。所以，奶奶养育你15年，还不如一张演唱会门票对你有用。妈，月月不是那个意思。我不就是要张门票吗？都住这么好的房子了，为什么舍不得给我买？你也陪我叫你一声奶奶。打我！妈，他打我！月月，你怎么能月月动手？够了！从今往后，你们一家3口的死活与我无关。管家，把他们3人给我赶出去，不许再靠近我江家大门。是。妈也太狠心了，连自己一手带大的亲孙女儿都能说不要就不要。她现在倒是风光了，1万身家，可她也不想想，她还能活几年？这么大份家业，就不怕死后没人继承吗？他就是在强硬。哼，等再熬几年，等他老了、病了、动不了了，最后还不是得求着我这个儿子回来给他送终？这江氏集团到头来还不都是我的？老公，你说他会不会早就知道自己身份了？他闹这一出，又是断亲，又是行业封杀，该不会是怕你跟他抢财产吧？抢财产？你想想，她是江老的女儿，那你就是江老的外孙啊！这江氏集团是不是也该有你一份？你年轻，有学历，有能力，她呢，一个只会围着锅台转的老太婆，她懂怎么管理公司吗？我看她就是心虚，怕你威胁到她的位置。难怪她为了一份周边就能闹到断绝母子关系，这根本就是借题发挥。她就是想把我这个继承人踢出局，好独吞外公的全部资产。老公，按人头算，咱们一家3口能分的可要比他要多得多。他想独吞，没门儿！我这就去找媒体曝光他的恶行，让全江城的人都看看他是怎么虐待亲儿子、侵占江家财产的，非逼着他把财产统统都吐出来。董事长，刚收到消息，陈浩联系了几家媒体，声称要召开记者会，揭露您虐待亲子、非法独占江氏，要跟您争夺江氏的继承权。网上已经讨论开了。他还真当自己身上流着我的血了，也好意思来争江氏？林董，您这话的意思是？陈浩不是我亲生的。什么？他是我从福利院领养的孩子，与我并无血缘关系。董事长，这是怎么回事？之前没听你提起。当年我和王夫结婚后，因为他身体原因，一直没能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商量后去福利院领养了一个男婴，就是陈浩。
这件事儿除了我和王夫以及当年福利院的老院长，没人知道，连陈浩自己都一直以为他是我们亲生的。原来如此，董事长，您对一个领养的孩子都能视如己出，倾尽所有，甚至卖掉自己的房子，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狼心狗肺。无妨，断绝关系的法律文件齐全，领养关系也已依法解除。他现在对我来说连陌生人都算不上，就让他去闹吧，闹得越大越好。可我担心舆论会伤害到我。不用担心，他越是上蹿下跳，把自己那点龌龊心思和丑陋嘴脸暴露在大众眼中，他以后的日子就会越难熬。社会舆论反噬起来，可比我的封杀令厉害多了。明白了，需要我提前跟几家主流媒体打个招呼吗？先不急，在那之前，你帮我联系一个人，帮我找到阳光福利院退休的陈院长，他那里有我收养陈浩的所有证明和手续。明白了，我这就去。陈浩，你想把舆论变成刺向我的一把利刃，却不知它会变成一块巨石砸向你自己，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干嘛呀？我刷车贷呢！别动，拍个视频，配合一下。我不要拍，被同学们看见我住破旅馆，肯定会嘲笑我的。准备好了没？你有病啊！掐我干嘛？配合点儿，等拿到钱，我带你去偶像签售会。开始。月月，是妈妈没用，你马上要高考了，我却给不了你好的学习环境。奶奶她不要我们了。老公，拍清楚点，把我脸上的泪拍出来。好了，素材够惨了。这次标题我想好了，豪门母亲为夺遗产，将亲儿子一家逼至绝境。再加一句，为了一份明星周边断绝母子关系，实为精心设计的夺产阴谋。对，就这噱头，肯定爆！我多发几个平台，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次一定要让林秀莲身败名裂，发布成功，浏览量暴增，话题爆了，视频下全是骂他的。让他们骂，骂得越凶，林秀楠压力越大，到时候就不是我们求他，是他来求我们删帖。董事长，刚接到香辉科技和荣盛资本的电话，说要暂缓下周的签约，理由？说是担心目前的网络舆论会影响合作项目的公众形象，还有2家供应商也来询问情况。知道了，告诉他们，江氏集团明天会就此事给出正式回应。是。火候差不多了，是时候收网。周经理，帮我联系所有主流媒体，明天上午10点，我要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明白，我这就去准备。把陈浩和王雅也一并叫过来。是。陈浩，明天我就让你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陈先生，您今天过来是要跟林董当面对质吗？陈先生，听说您已经跟林董断绝亲子关系了，您觉得您还能拿到江氏的继承权吗？江氏股价已经连跌2天了，林董有没有私下联系您和解呢？网上恶评如潮，他肯定是撑不住了，才开了这个发布会，要公开向我道歉。今天我过来是给我妈一个机会，只要她肯当众向我们道歉，承认她的错误，我还是会原谅她。是啊，我们总归也是一家人，不会像他那样把事情做得这么绝。那江氏的继承权呢？我是林秀莲的亲儿子，就是江国栋先生的亲外孙。只要外公知道了我的存在，想必外公也更愿意将江氏交给更年轻有能力的我来继承。快看，林董来了！林董，最近您的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已经影响到了江氏集团的股价，你有什么要说的？感谢各位到来。今天我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是为了澄清事实。陈浩、王雅夫妇对我的不实控诉，全是恶意造谣诽谤。李秀莲，你居然还这么执迷不悟！执迷不悟的是你们。陈浩，你知道在网络上恶意传播谣言、诽谤、侮辱他人要判几年吗？我们才没造谣，难道你没有逼得我们无家可归，没有让全行业封杀陈浩吗？没错，你害得我房子被抵押，银行卡被冻结，就连找工作都处处碰壁。而你呢，住别墅、开豪车，出入高档办公楼，谈着张毅的生意，你还是我亲妈吗？大家评评理，哪有自己享福让儿子无家可归的亲妈？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你以为在网上卖惨
煽动网暴就能掩盖你曾经的恶行。我们做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一份几10块的明星周边吗？妈，就为了一份周边，你闹着离家出走，还要跟我断绝关系，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我看你就是借题发挥，自导自演，就为独吞江氏，不让我们分到1分钱。我自导自演，那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在演。我自导自演，那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在演。大家请看，这是林董收回房款的视频，怪不得陈浩的房子没了，原来房款都是林董出的钱。林董不仅为陈浩一家人当牛做马，日常还花了100多万养他们呢。事实跟他们说的完全不一样，林董才是被吸血、被算计的那个。你竟然录制了那天的视频！对付你们这种颠倒黑白的无耻之徒，当然要提前留好证据。陈浩，你还有什么好说？就算这件事真的又怎样？我是你亲儿子，我身体流着你的血。江国栋是我外公，你不能故意不让我认祖归宗，江氏也应该有我一份。流着我的血？对，妈，你就陈浩一个儿子，就算你现在不愿意分，等你死了，这些钱还不是都得归陈浩？说到底，你们还是盯着我的钱，想要从我身上继续吸血，对不对？妈，话别说那么难听，什么叫吸血？这是我作为江总亲外孙应该有的权利。亲外孙？陈浩，你真以为你身体里流着我的血？当然，这是铁的事实。好，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铁的事实。30年前，我与王夫在阳光福利院曾秘密收养了一名弃婴，取名陈浩。这是阳光福利院提供的我办理收养的所有手续文件。绝对不可能！陈浩要只是你的养子，你为什么以前对他那么好？因为我将他视为己出，想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他。我以为真心能换真心，直到我被你们赶出家门那晚，我才彻底明白，我养大的不是儿子，是一头喂不熟的白眼狼。不可能，这不可能！所以陈浩，你听清楚：第一，你我法律上已解除收养关系，你没资格继承我的遗产；第二，你我之间并无血缘，我父亲江国栋的资产与你没有1分1毫的关系。老公，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不是他亲生的，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啊？你快说啊！林秀莲，你为了不给我钱，编这种谎话，你好毒的心，好毒的心！收养证明已在公证处备案，你可以随时去查，也可以申请做 DNA 鉴定。陈浩，你这个废物，你骗了我，你毁了我，我的好多都欠完了，你闭嘴！这个糟心！今天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当初就是你，天天在我耳边吹风，说我妈房子值钱，怂恿我去骗我妈买房。后来住一起了，也是你，天天对我妈呼来喝去，把她当保姆使唤，软汤咸了淡了要摆脸色，一件衣服没熨平都要摔筷子。那天也是你为了一份破周边给我妈脸色，把我妈气得离家出走。妈，是这个女人，是她贪得无厌，天天挑唆破坏我们母子关系。我是您亲手养大的儿子。怪我？陈浩，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哪次问妈要钱不是你张的嘴？享受的时候你冲在前头，出事了就把责任全推给我，你才是那个最恶心、最没用的废物，活该你一辈子穷酸，烂泥扶不上墙。你在打我，陈浩，你不是人，我跟你拼了！够了，还嫌不够丢人吗？把他们给我分开！你敢打我，陈浩，你不是人，我跟你拼了！够了，还嫌不够丢人吗？把他们给我分开！跟我走吧。不要，我知道错了。妈，你救救我，我再也不敢了。你们触犯了法律，自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希望这次你们能改邪归正，好好做人。李秀莲，你害我被抓！你这个恶毒的老太婆，我不会放过你的，你会后悔的。林董到底还是上线了，亲手把杨子送进去，心里肯定不好受。我先别打扰他了。林董，你没有在哭。我有什么好哭的？我以为陈浩被抓了，
您会伤心难过。从前我以为陈浩只是自私不懂事，现在才看清，他为了钱连违法犯罪的蠢事都敢干，接受法律制裁是他应得的。我不仅会伤心，反而觉得清静。现在我终于能喘口气，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您能这么想，那就太好了。林董，其实我来是为了这个的。这是什么？我的辞职报告。您已经彻底适应了董事长的职位，公司上下都服你，重大决策也得心应手。我兑现了对姜老的承诺，辞职的事儿我已经获得了姜老首肯，也是时候去享受一下我自己的生活。周经理，说实话，我非常惋惜，姜氏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但我尊重你的选择。离职后有什么打算？我女儿总念叨说我前半生都像工作机器，听她的，先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嘛，可能去环球旅行，看看世界。真好啊，这也是我的愿望，可惜现在暂时是走不开了。等集团这阵子忙完，您随时可以去。那林董，您多保重，我先去办手续了。周经理，这些年谢谢你。是我的荣幸，再见，林董。张助理，安排一下，我要去集团旗下的珠宝店视察。是。麻烦把这条项链拿出来我看看。阿姨，你认识我们这牌子吗？这可是姜氏集团旗下珠宝品牌的高端线，这款项链的价格很贵哦。我知道，请拿出来。阿姨，我是好心提醒你，这东西娇贵，万一弄坏了，买不起就别瞎折腾。你也很大。你的服务态度很有问题，叫你们店长出来。对，叫你们店长出来！你们开店做生意就是这么狗眼看人低的，客人想看哪件是他的权利，买不起怎么了？买不起连看的资格都没有吗？你谁啊？关你什么事儿？阿姨别怕，他们就是欺软怕硬，我帮你们撑腰。我是他女儿，我要投诉你歧视客人。谁说不给看了？我只是好心提醒一句，怎么就成了看不起人了？我们每天接待那么多客人，要都像您这么敏感，我们还做不做生意了？行啊，那咱们就请店长出来评评理，看是你的服务态度有问题，还是我们太敏感？那你们等一下。小姑娘，谢谢你。阿姨您别客气，我最看不惯这种势利眼了。不过您千万别误会啊，这个奇葩店员绝对不代表品牌，我可是这牌子的忠实粉丝，他家设计和品质真的超棒的。我知道。您二位久等，我已经了解了情况。实在对不起，是我们店员培训不到位，我代表门店向二位郑重道歉。这款项链我立刻为您取出来。不用了，下次再看吧。我们走吧。好啊，我陪您去其他店里逛逛。买不起装什么装？这样拿出来又该说什么我再看看了。这种客人我见过了。闭嘴！你知道刚才那是谁吗？那可是咱们姜氏集团的董事长，你被开除了。小姑娘，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小事情啦。对了，阿姨，您怎么一个人逛街啊？家人没陪你吗？我丈夫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儿子也断绝关系了，家里只剩下一位老父亲在疗养院休养。那肯定是您儿子的问题，狼心狗肺的白眼狼，早点断绝关系是及时止损。阿姨，您做的太对了。你这孩子性格真爽朗，都是我爸惯的。阿姨，说到我爸，我妈去世早，他单身好些年了。以前忙事业，压根不考虑找伴儿。现在他好不容易退休了，我看您气质这么好，性格也好，要不您跟我爸相个亲试试？他就在楼下的咖啡厅里。现在他好不容易退休了，我看您气质这么好，性格也好，要不您跟我爸相个亲试试？他就在楼下的咖啡厅里。这还是改天吧。阿姨，您别不好意思嘛，我爸人真的特别好，靠谱、稳重、有修养。您就见一面，一起喝杯咖啡，就当认识个新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好吧，那就喝杯咖啡。耶！阿姨您太好了，您这边走，他就在楼下等着我呢。小韵这孩子约我喝咖啡，怎么来的比我都晚？爸，这边。
林董，阿姨，那个就是我爸。爸，这位是林阿姨，我给您物色的相亲对象，怎么样，漂亮吧？小韵，你又瞎胡闹！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江氏集团的董事长林秀莲女士。林阿姨，原来您就是江爷爷的女儿呢，这可太好了，我早就想认识您了。爸，您不是自己……不要胡说八道！自己能帮江爷爷找回林阿姨，我爸天天在家里念叨着林阿姨，他能骗过别人，还能拿回我这双火眼金睛？还好我把林阿姨拉过来，这次他要是再不把握住，我可要把他开除副籍了。行行行，让您自己说。林董，抱歉啊，小韵被我给宠坏了，没大没小的。周经理，我跟小韵一见如故，很是投缘。听她说父亲在这里，便一起过来见见。真没想到，居然是你。都是孩子胡闹，您别介意。我哪儿胡闹了？你们两个认识不是更好？爸，您现在已经从江氏集团离职了，正好啊！我看林阿姨哪都好，跟您简直是天作之合。你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好聊。林阿姨，我爸虽然古板无聊了点，但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好男人。你们先聊着，我约了朋友看电影，先撤了，拜拜吧，拜拜，林阿姨。林董，都是我忙于工作，疏于管教，养成了小韵这么个想一出是一出的性子，给您添麻烦了。我倒觉得她非常可爱，正直、善良、有主见，你把她养得很好，比我成功多了。林董，您过誉了。小韵这孩子确实是随心所欲的性子，我拿她也没办法。不过您刚才那句话我不敢苟同。小韵活泼是她天性如此，而陈浩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恰恰说明您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错不在您。你说的对，是我钻牛角尖了。您要是不嫌弃，就别叫周经理了，叫我老周吧。好，老周，那你也别叫我林董了。秀莲。对了，你之前说离职后想去环球旅行，具体有什么计划吗？啊，是有这个想法，初步打算先去欧洲走走经典的路线，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氛围，然后可能去北欧看看极光，或者去南半球。哎，月月，回来了。打不开，就是这些，怎么会打不开？哎，在搞什么？你为什么不去看守所接我？老子身上1分钱没有，好不容易才给你讨了2块钱坐公交回来，你他妈死哪去了？然后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你们，王雅，你竟然敢背叛我！贱人！我在里面替你扛着，把罪名都认了，让你出来照顾孩子，你他妈就这么照顾他啊？你居然敢偷人！说，这野男人是谁？你们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说啊！喂，小子，你敢打我！我谁是野男人？你他妈才是那个奸夫！王雅本来就是老子的女人。什么？王雅，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陈浩，你是个大蠢货，当了整整15年的接盘侠，绿帽子戴得稳稳。不可能，王雅，你骗我！我们谈了2年恋爱才结的婚。恋爱？那都是我演的戏。本来呢，你要是真能继承你养母的1000亿家产，成为江氏集团的太子爷，这戏我陪你演1辈子都行。可谁让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呢？不仅1000亿财产毛都没摸到，连那个任你吸血扒皮的蠢养母都被你作没了，害得老娘白演了15年，到头来跟你住这狗窝。陈浩，我落到今天这地步，全是你害的。你接近我，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钱，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不然呢？难道从你又蠢又自私？要不是当年听你说你妈手里有存款，还有套值钱的老房子，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那孩子呢？月月呢？月月呢？月月总该是我的吧？陈浩，你真是蠢得无可救药！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废物生孩子？月月当然是彪哥的女儿。什么？我养了15年的孩子，居然是别人的种！王雅，你这个贱货毒妇！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们！别打死了，
留着它还有用呢。博雅，你还想干什么？签了它。赔偿500万。博雅，你他妈抢钱啊！我现在一无所有，哪来的500万？你那个养母不是刚继承了千亿家产吗？去问她要啊，她那么疼你，说不定看你可怜就给了呢。她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不会再管我了。那我不管，钱你必须给，想办法去弄，把你身上这些零件拆开来卖卖，总能凑够500万吧？博雅，你想要我的命，你好狠毒！我狠毒，我再狠毒也比不上你陈浩狼心狗肺。你那养母对你比亲生的还好，当牛做马任你吸血。你呢，为了一份周边把他赶出家门，你简直就是畜生不如。我对不起啊，但你没资格骂我。这一切全都是你造成的，你欺骗了我，你还利用我，险些把我妈的财产都抢夺一空。那又怎么样？这钱你不想给也得给。钱，我给你1个月时间，到时候拿不出来，彪哥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我们走。没了，全没了！1个月不是我的，博雅是为了钱，只有妈是真心对我好，可我把她的心都伤透了。我告诉你，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蠢货，活该！超时了20分钟，饭都凉了，你怎么送餐的？对不起，路上实在太堵了，请您高抬贵手，我赔您钱。赔钱？你赔得起我的时间吗？我要投诉你！林阿姨，您都不知道，我爸昨天居然问我女孩子都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他以前可从不这样。爸，您这是打算买给谁呀？我就是随口问问。你就别逗你爸了。林阿姨，你以后多跟我出来玩好不好？我爸太闷了，跟您在一起才有意思。你这孩子，林阿姨那么忙，哪有时间陪你胡闹？没关系，我也喜欢跟小韵出来玩，热闹。听见没？林阿姨站我这边。妈，哎，我跟你说话呢，你敢走我就投诉到底。钱呢？说好的1个月，这都快月底了，1分没见到。陈浩，你是不是想赖账？我找了份送外卖的活，等我攒到。送外卖？陈浩，你还想靠送外卖还500万？你就算跑断腿跑到死，跑100年也还不起。算了，我就知道你这种废物靠不住。那你想怎么样？我想了个来钱快的法子，就看你敢不敢干。什么法子？绑架林秀莲。你疯了！哼，他身家亿万，我们只要他手指缝里露出一点，500万算什么？5000万都轻轻松松。事成之后，咱俩的账一笔勾销，剩下的钱够我们逍遥快活一辈子。你不是想过回以前的好日子吗？这就是机会。这是重罪，被抓到要坐牢的。怕了，陈浩，我告诉你，你现在欠我的钱利滚利已经不止500万了。你要是不配合，彪哥有的是办法让你消失，你自己选，是跟着我们干一条大的翻身，还是等着被扔进江湖喂鱼？好，我答应你。你要我怎么做？秀兰，怎么了？在看什么？没什么，好像看见了陈浩，可能是看错了。是您那个养子吗？他把您伤得那么深，你可千万不能心软，也不能让他靠近您。他现在落魄了，谁知道会不会又打什么坏主意？放心，小玉，阿姨心里有数。爸，您不是想去旅游吗？这是我孝敬您，用我的零花钱给您买的机票，下周的，你可别忘了。怎么是2张？还有1张是林阿姨的呀。您上次不是说林阿姨也喜欢洱海的风光，我就自作主张帮林阿姨也买了票。你这孩子。林阿姨，您看怎么样？要不要跟我爸一起去度个假放松一下？我爸可会照顾人了。小玉，别胡闹。秀莲，你别听他瞎安排，公司事情多，你要是忙脱不开身，我们下次再去也一样。正好，最近公司各方面都上了正轨，我也确实该给自己放几天假了。太好了，爸！
我把林阿姨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表现，当好导游和保镖。要是林阿姨有半点闪失，我可要找你算账。你这孩子，我会安排好的。没落下什么东西吧？现在回去拿还来得及。都看过了，没有遗漏的，走吧。那咱们就去机场了，时间刚好。喂，妈，我有些话想当面跟您说，您能不能来我家一趟？就现在。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了。妈，求您了，就这最后一次，看在我叫了您30多年妈的份上，您最后再来一趟，可以吗？我求求您了。秀莲，再不走，赶不上航班了。陈浩，我们早已断绝关系，你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我知道以前都是我混账，是我对不起您，让您伤心了。但这次我是真的知道错了，妈，请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就这一次。秀莲，小心有诈，他现在一无所有，走投无路，万一……妈，您来一趟行吗？我保证，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再也不会打扰您的生活了，求您了。好，我过来。老周，帮我把机票改签一下。我要先去趟陈浩那儿。你真要去？太冒险了。我想去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也想看看他是不是还有救。如果陈浩诚心悔改，能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如果是骗局，我也能彻底死心。好，那我陪你去。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我已经按照我们的吩咐打完电话了，可以放我走了吧？放你走？陈浩，你当我3岁小孩啊？现在放了你，你转头跑去给那老女人报信，我们不是全完了？彪哥，给我看紧他，在成功绑架林秀莲拿到钱之前，绝不能让他离开我们视线半步。放心，这小子敢耍花样，我拧断他脖子！妈，不是我要害你，我没得选，是他们逼我的。这房子已经被银行抵押卖给了新业主，陈浩为什么让你到这里来？毕竟在这里住了7、8年，有感情了吧？门怎么没锁？这太反常了。秀莲，别进去，万一陈浩真的鬼计特长，埋伏在里面，要对你不利。陈浩自私、愚蠢，不懂感恩，让我寒透了心。可他毕竟是我养了30多年的孩子，骨子里或许还有一点点没粉灭的良心。我只是想确认一下。秀莲，风险太大了，我不能让你冒险。放心吧，老周，我来之前准备了微型报警器，如果情况不对，我会立刻报警。秀莲，我明白你的心情，如果今天不进去看看，你心里这道坎过不去。但正因为可能有危险，我们得更冷静。这是强光手电加警报器，比你的那个响10倍。遇到危险，先照眼睛再按响，至少能争取到10秒钟逃跑时间。去吧，我就在门口守。如果5分钟后你不出来，我不管里面是谁，都会冲进去。好。陈浩，陈浩，你在吗？生日蛋糕，这是给我的。陈浩写给我的信。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我不配，真的不配当您的儿子。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终于明白自己错的有多离谱。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白眼狼。对不起，妈，真的对不起。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您失望，也绝不会再打扰您的清静。妈，原谅我这份迟到的生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陈浩，终于记得我的生日了。5分钟到了。秀莲，秀莲，老周，陈浩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好多年没人记得我生日，也没好好过过生日了。秀莲，生日快乐！好多年没人记得我生日，也没好好过过生日了。秀莲，生日快乐！马上到陈浩的房子，等绑了林秀莲，我们就能吃香喝辣了。
不能让他们伤害妈，绝对不行。停车！快停车！我不会让你们伤害我妈的！然后你疯了！快放手！这是高速公路！妈的，住手！老子弄死你！停车！不然就一起死！我宁愿跟你们同归于尽，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动我妈一根头发！你疯了！再不放手，我们都得死！彪哥，快把他拖走！停车！停车！你们兄长在伤害我妈！江爷爷，我跟您说，我爸可过分了，他现在就是个恋爱脑，都忘了他还有个宝贝闺女呢。昨天说好陪我逛街，结果林阿姨一个电话就把他叫走了。哎呦，我家宝儿也是，现在整天忙工作，来看我的时间都变少了。现在还多了你爸这个劲敌，咱们真是同病相怜呐。没错，江爷爷，以后我都来陪您，咱们组成炮灰联盟。好，好，好，这个联盟好，你多来气气你爸，也让我家宝儿多惦记惦记我。兄弟，本市警方近日通报了一起由交通事故引发的刑事案件，嫌疑人陈某、王某、张某在事故发生后，经警方深入调查，供述了此前预谋实施的一起重大绑架勒索未遂案，3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将面临法律的严惩。陈浩，是你强行干预导致车辆失控，阻止了绑架犯罪，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因为我很害怕，不是怕坐牢，是怕曾经最爱我的人再因为我受到伤害，我不能再错下去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会在里面好好接受改造，等出来之后，踏踏实实，从头开始，好好做人。你还好吗？我很好。从前的我用尽全力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却忘了自己也需要光。现在我才知道，人要先为自己而活，只有自己站稳了，心中有了光，才能更好的去爱值得爱的人。林阿姨，宝儿，我来了。送给